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说俄罗斯专家是怎么解读中俄联合声明的，如何评价中俄联合声明呢？最近，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报专门采访了俄政治研究所的所长马尔科夫，他认为中俄联合声明的实质主要在于3个方面：一是扇美国的耳光，中俄谋求建立多极世界，现实中却存在着与之相反的趋势。美国正在丧失单极的地位，但是从政治角度，美国和欧洲企图重取单极世界，并以武力的方式建立。因此呢，在建立多极世界方面，中俄是坚定的伙伴。一些国家猖狂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企图强加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中俄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最高民主，反对一个国家把价值观强加于其他的国家。每个国家有权独立选择在人权领域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应该互相尊重与接受。中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这首先指的是西方集体，特别是美国。干涉内政呢，是世界霸主国家的惯用伎俩。中国领导人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反对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政治化，采用双重标准，谴责打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旗号，以及利用恐怖和极端组织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行径。这实际上是直接批评美国。二是军事合作，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定期举行海空联合巡逻和联合演习，发展交流和合作，包括在现有的双边框架内加深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协作。俄罗斯专家建议，下一步可以这样加深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的合作。俄罗斯呢，把近期缴获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交给中国来研究，中国将更加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那作为回应，俄罗斯希望中国可以提供紧缺的无人机配件和新装备。俄罗斯专家指出对于我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迫在眉睫的是期望获得微电子设备和其他的配件。之前主要从西方获取，现在无法办到。我们的军工综合体对中国的芯片是望眼欲穿。第三是控制核武器，核安全呢是世界安全的重要内容，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中俄双方呼吁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国遵循声明的理念，切实降低核战争风险，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任何武装冲突。在核武器国家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减少战略风险的措施应有机地融入到缓和紧张局势、构建更具建设性的关系以及最大程度化的化解安全领域矛盾的总体努力之中。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核武器，并应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这显然指的是美国因为它是唯一在境外部署核武器的国家。总之呢，俄罗斯的专家认为，联合声明在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其次直接点名美国，这实际上是一个中俄联合反对美国谋求霸权统治地位的重要决议。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